在这4年里面，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成绩。我们这3年做考场，做了15个小目标，连续3年全国第一。您现在看到的是谢霆锋在风味派4周年庆典上的演讲现场。你看他现在在台上的儒雅形象，而他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。谢霆锋是一个星二代，年少成名，而且作为歌手和演员都非常成功。那么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一个演艺圈人士变成一个卖烤肠的呢？他和王菲分手、复合又分手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而他的美食家身份到底是真材实料还是在作秀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最牛星二代谢霆锋的故事。1980年，谢霆锋在香港九龙码头围的圣德勒萨医院出生。他的家庭背景强大，父亲谢贤，人称四哥，在60、70年代是香港演艺圈的顶流小生。母亲狄波拉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拉姑，她是1973年的港姐冠军，也是知名演员。谢霆锋还有个妹妹叫谢婷婷，后来也踏入演艺圈当了模特。谢霆锋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香港演艺圈的传奇人物。他的父亲谢贤是1936年出生于广州，在家中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4，再加上他在剧集《千王之王》中演的罗四海，所以人称四哥。他16岁辍学进入演员训练班。在60年代，谢贤组成了银色鼠队，这一个队伍红遍了港台演艺圈。其余的6名成员包括张冲、陈自强、陈浩、邓光荣、秦祥林和沈殿霞等等。他在香港的无线电视台拍摄了包括《千王之王》和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等非常著名的影视剧。1980年起，一直到现在，谢贤都是以玩票的性质去拍电影，他的一生非常的潇洒。2019年，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向谢贤颁发了终身成就奖。2022年，凭借《杀出个黄昏》的演出，谢贤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，成为了获奖最年长的金像影帝。而谢霆锋的母亲拉姑狄波拉，她是一个孤儿，儿时她被英国人领养。10多岁的时候，在香港随歌舞团4处演出。1973年，21岁的狄波拉在年度香港小姐竞选中获得了冠军。当选港姐之后，狄波拉同时向演员和主持人2个方向双线发展。75年进入了香港无线电视台，后来她与汪明荃、沈殿霞、郑裕玲、李思琪、黄淑仪、赵雅芝一度成为了镇台之宝。1979年和谢贤结婚，1980年就生下了谢霆锋。谢霆锋有这么一对演艺圈的传奇父母，所以他的童年一直活在香港媒体的闪光灯之下。8岁的那年，谢霆锋一家为了躲避香港媒体无孔不入的镜头，移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。在温哥华的圣乔治学校读书的时候，白人学生欺负亚裔同学，这是很常有的事。他的朋友李善雄遭到了校园霸凌，谢霆锋骨子里的正义感就爆发了，直接和霸凌者干架。结果他和同学李善雄一起被学校开除了。后来谢霆锋跟着家人回到香港，在香港国际学校读了1年书，但因为父母都是大明星，媒体的骚扰让谢霆锋不堪重负，导致了他高1就退学了。之后他又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待了1年，然后16岁的谢霆锋前往日本东京音乐学院进修，最终还是回到了香港。早在谢霆锋12岁的时候，就已经拍摄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部的作品《写真集 Yes》和《南城市惊喜》。16岁的这一年，对谢霆锋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。当时他的父亲谢贤生意失败，欠下了数千万的债务。为了帮父亲还债，谢霆锋和飞图唱片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英皇娱乐的前身，签下了长约。1996年，这个16岁的少年就正式出道了。讲到这里，记得动动手指订阅一下红衣阿文的频道。我们接着说谢霆锋的演艺圈之路。谢霆锋刚出道的时候是非常不顺的，他被观众嘘了整整3年，但他没有放弃。1999年，一首《坏习惯》让他成功逆袭，成了最年轻的4台冠军歌手。在这以后，他就火力全开，创作了超过80首音乐作品，像《因为爱所以爱》、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，那可都是横扫华语乐坛的金曲，到现在都还是大街小巷都在播放。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首。2021年，21岁的谢霆锋凭借《玉蝴蝶》登顶了世界音乐大奖，拿下了全球最高销量的亚洲最畅销男歌手奖，创下了最年轻的华人获得该奖项的纪录。
而不同于他的歌手之路，他的影帝之路是拼命拼出来的。1997年，谢霆锋客串电视剧《真情》进入了影视圈。1998年，他出演第一部电影《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》，拿了金像奖最佳新演员，这个起点是相当的高了。1999年，他主演《半支烟》，又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2000年之后，他开始重点向大陆影视的市场方向发展。2003年和赵薇合作许鞍华导演的《玉观音》，04年出演王晶导演的古装剧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，后来还参演了包括《无极》、《情颠大圣》、《证人》、《新警察故事》、《男儿本色》、《新少林寺》、《怒火重案》等等的电影。2009年以《十月围城》这个电影获得了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。2011年又以《线人》获得了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。2012年起，谢霆锋参与了多个内地的综艺节目，像《快乐男声》、《中国好声音》、《12道锋味》等等。而他在拍电影的时候，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，坚决不用替身。在拍《新警察故事》的时候，从41楼高速降落，这么搏命的拍戏，也让他落下一身伤。29岁就有风湿，左手的无名指永久残疾，还被香港的保险行业集体拉黑，进入了行业的黑名单。不过他的这些拼命也有了回报，他成了金像奖大满贯的得主，拿过最佳新人、最佳男配、最佳男主，还是首位80后的金像影帝。虽然作为歌手和演员，看起来他都顺风顺水，过程中谢霆锋也有很多争议的事件。这里必须要说的就是那个轰动一时的车祸顶包案。看到这里，麻烦动动手指订阅一下洪一阿文的频道。我们接着聊谢霆锋的那些争议事件。在2002年的3月的一天凌晨，在香港岛的红棉路，谢霆锋开着一辆超酷炫的法拉利360跑车，撞上了路边的花坛，车都快报废了。事发之后，英皇公司的司机程定国跑去警局自首，但是廉政公署一查，开车的竟然是谢霆锋。同年的10月2号，谢霆锋就被判妨碍司法公正，被押到了庇屋监狱关了14天。多亏了成龙、汪明荃等求情，才从轻判了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。这件事让他被评为香港2002年最负面人物。然后另一个争议是殴打王柏昭的事件。2004年，在拍摄电视剧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的时候，谢霆锋、张卫健的香港化妆师和王柏昭起了激烈的冲突。当晚拍戏的时候，张卫健和导演临时改戏，让王柏昭演尸体，而他们两个的角色要殴打鞭尸。王柏昭想用替身被拒绝，结果拍戏的时候假戏真做，他真的被打伤了。王柏昭就报警就医，还直接罢演。剧组反驳说王柏昭是借机炒作，而谢霆锋和张卫健去医院给他道歉，但王柏昭不接受，还声称张卫健是主谋，谢霆锋是打手。随后，王刚、冯小刚等38位内地的演艺圈代表以及相关的机构都声援了王柏昭。这件事上升到对香港艺人内地职业道德的质疑，还牵出王柏昭学历造假的事件。2004年12月，王柏昭把谢霆锋和张卫健告上了法庭，索赔100万。05年12月，法院判王柏昭败诉，认定谢霆锋、张卫健有重大的过失。虽然无证据证明蓄谋伤人，但还是需要承担人身伤害的赔偿。王柏昭主张的经济和精神赔偿，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获得支持。另外的争议是，谢霆锋也有一些怪癖。他的经纪人说他刚出道不爱洗头，一直不太在意形象。他不爱买衣服，一件就能穿好几年，和苏永康、许志安还换来换去的穿。除了拍戏外，他参加活动、演出都不化妆。2009年被安排拍摄写真的时候，他拒绝造型师打粉底，觉得男人不用化妆。他热爱咏春拳，还考了专业的证书。他热爱摇滚音乐，却对跳舞非常排斥。以上这些就是谢霆锋的争议，但跟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争议比起来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你也猜到了，这就讲到了谢霆锋的风飞恋、风之恋等感情经历。屏幕前的你，麻烦动动手指订阅一下洪一阿文的频道。我们接着聊那一段震惊演艺圈的风飞恋、风之恋的故事。谢霆锋的情史相当丰富，初恋的时候就挺有争议的。在15岁的时候，他和音乐老师戴思聪的女儿戴欣慰谈恋爱，还被曝14岁就夺走了人家的初吻。而到了王菲，谢霆锋的年少时代，房间里就贴满了王菲的海报。
在认识王菲之前，他还以粉丝的身份2次跑去看王菲的演唱会。多年以后，他一直说她是我唯一的偶像。后来，谢霆锋凭借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与王菲因音乐合作互相认识。尽管2人相差11岁，却频繁被记者拍到同游酒吧，传出绯闻。2000年6月，在电影《花样年华》的庆功宴上，31岁的王菲主动牵起20岁的谢霆锋的手，在闪光灯下高调公布恋情。面对媒体的追问，谢霆锋羞涩告白：“不是一般的喜欢，是深爱。”这对姐弟恋迅速引爆了舆论，但是热恋中的他们毫不在意。他们穿着情侣装，纹情侣的纹身。谢霆锋以80万拍下 F11的车牌赠予王菲庆祝生日。F1正是王菲英文名 Fia 的缩写。然而，轰轰烈烈的风飞恋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就被随之而来的风之恋打破了。2002年，张柏芝拍戏意外受伤，谢霆锋前往医院探视，这引发了外界对他与张柏芝的关系的猜测。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，谢霆锋与王菲之间的感情也受到了冲击，最终分手。此后，3人的感情纠葛就纠缠不清了。2002年的3月底，谢霆锋和王菲分手；7月和张柏芝分手；2003年的6月，风飞复合；11月2度分手。2004年，谢霆锋和张柏芝合作电影《无极》又复合。随后，谢霆锋接受访问的时候暗示他已经和王菲分手了，还表示分手不关其他人的事，相当于强调了张柏芝并非第三者。随后，谢霆锋与王菲2个人各自步入了婚姻。王菲在2005年嫁给了李亚鹏，生下了女儿李嫣。2006年，谢霆锋和张柏芝在菲律宾的帕马利坎岛秘密结婚，随后生育了2个小孩。本以为这是他们安定的开始，而生活却是总是充满着变数。在2008年，演员陈冠希的电脑硬盘遗失，导致了艳照门的事件爆发。谢霆锋选择了公开维护妻子，力挺张柏芝。但好景不长，2011年，张柏芝在飞机上偶遇陈冠希，2个人还主动更换座位拍了合照。这件事就成了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的导火索。同年的8月，张柏芝发表离婚声明，谢霆锋与张柏芝的婚姻宣告结束。1年之后，2013年的9月，王菲也在网上留言称夫妻缘尽至此，和李亚鹏的婚姻也画上了句号。而经历了婚姻的起起落落，谢霆锋和王菲2个人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，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为他们的再次相遇埋下了伏笔。在2014年的9月，记者拍到王菲、谢霆锋在北京的公寓共度4天4夜，还有他们亲吻的画面，坐实了他们复合的消息，被称为世纪复合。这个时期，王菲46岁，谢霆锋34岁。复合之后，王菲与谢霆锋感情深厚，他们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高调的秀恩爱，而是选择的低调沉稳的相处方式，牵手做核酸、健身，一同前往日本滑雪，在大理悠闲的度假，享受2人世界。谢霆锋还学习了王菲最爱的北京菜，用美食传递关爱。2025年3月的首都机场，谢霆锋被拍到为王菲整理围巾，轻轻拥抱，无名指同款的素戒，暗示着他们现在的关系已经很稳定了。虽然谢霆锋在情场上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轰轰烈烈，但是在生意场上，谢霆锋却起飞了。这就要讲到谢霆锋15亿卖烤肠的故事。看到这里，麻烦屏幕前的你动动手指，订阅一下红衣阿文的频道。我们接着说谢霆锋卖了15亿烤肠的故事。早在2003年，23岁的谢霆锋不满广告特效的质量，抵押了房产，拿出370万的港元，创办了 PO 朝廷，后来成为了香港最大的影视后期公司。这个起初只有11个人的小公司，靠着全数字化一站式的服务，打破了外资的垄断。巅峰时期，香港90%的汽车广告特效都出自这里。中国合伙人捉妖记的特效也是他做的。这个公司在2014年借壳上市。2016年，谢霆锋以1.35亿的港元卖掉了85%的股权，自己留下了15%，继续主导业务。这一次收购让谢霆锋赚得盆满钵满。后来，谢霆锋成了演艺圈里面最会做生意的厨子，打造了自己的风味帝国。2014年12道风味开播，谢霆锋就开始布局商业帝国。
12道锋味。这个节目虽然一开播就招商近3亿元，但也有争议，像谢霆锋磨刀被指不专业，王祖蓝还恶搞13道锋味，嘲笑他是 chop 味刀法 ，chop 味浓，也就是爱耍帅的意思。后来他还因为米其林摆拍被群嘲，但是谢霆锋毫不在意，他把槽点变成了卖点。他的风味曲奇在香港的门店成了网红的伴手礼，风味披萨、意面也都是爆款。而最值得说的就是风味派的爆汁烤肠，烤肠里的黑猪肉含量高达70%，远超国标。为了调制出完美的肥瘦比例，团队反复调整、反复测试，还和大学合作搞了260项专利。它的氮气锁鲜的技术更是让烤肠的汁水能飙出2米远，简直是食品界的黑科技。为了保证品质，谢霆锋还自建了10万级净化车间，在云南包下3条黑猪养殖线，从源头把控食材，还和顺丰冷链签对赌协议，就为了让烤肠新鲜送达。在销售方面，2021年谢霆锋和杭州千寻创立风味派，薇娅的丈夫董海峰任董事长，薇娅方控股60%，负责流量。谢霆锋把控产品的设计，直播间里烤肠咔嚓爆汁的画面，让转化率直线上升。双11的时候，李佳琦5分钟就卖光了50万包，罗永浩都惊得合不拢嘴。经过以上种种的做法，让谢霆锋变成了最会卖烤肠的歌手。爆汁烤翅4年狂卖15亿。为了拍摄这次影片，我也去买了一份风味烤肠来尝一下，确实好吃。声明一下，本次影片没有收取任何广告费。除了美食领域，谢霆锋还投资了中环百花街的商铺，在2005年2000万买入，8年后2亿卖出，赚了1.8亿港元。2001年，谢霆锋签约运动品牌特步，拿股权替代现金。2016年和2020年股价低迷的时候2次抄底，持有的特步股份价值暴涨了7倍，以至于特步 CEO 的女儿还认他做了干爹。说完了谢霆锋的故事，你觉得他这样的人生怎么样呢？回到开头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可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星二代，而后来的人生，包括歌手、演员、美食、投资，每一样他都做得风生水起，连感情经历都被说是世纪分手、世纪复合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怎么不按剧本走呢？我们小时候的书籍、影视里面不都告诉我们，星二代、富二代都是没用的废物吗？不都是挥霍无度的败家子、啥也不会的寄生虫、低能儿吗？而我们可能都错了。我知道的现实情况却是，大多数的二代都非常努力。那些影视剧里面变成纨绔子弟的各种二代们，现实中很少见。他们大多数非常努力，他们大多因为父母辈的光环，自己要花更多的努力跳出去证明自己，甚至跳到那些光环照不到的地方。所以我更相信的是，比你优秀的人很多时候都比你还要努力，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还有前辈巨人们的肩膀可以踩。而摆烂、佛系、躺平，这些话是某些人说给某些人听的，希望你我都别听进去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洪嘉文，喜欢我的作品别忘了动动手指点一个订阅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最后，我们这3年做烤肠是做了15个小目标，我们烤肠已经是连续3年全国第一。